血糖高、胆固醇高的朋友来哦！别只靠吃药降胆固醇，吃对食物对降血脂也很重要。过了50岁，身体机能降低的速度就加快了，血管健康就是人生的大事。教你吃对食物，才不会被三高、心脏病找上。你吃什么会让血管较慢流？4种护血管的食物推荐给你，要看到最后哦。胡乃文开讲喽！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这一集啊，要和你分享1洋葱加1调料，血管弹性 up。2稳血压血糖，海带清血管1级棒。3绿色的花椰菜，这样吃防血管钙化。4这类鱼1周吃2次，防心梗和中风。5外食族这样吃3招护血管：1洋葱加1调料，血管弹性 up。有蔬菜界的皇后之称的洋葱啊，妈妈们，你洋葱炒蛋、洋葱炒猪肉、煮汤都少不了它，它可不是只会让你流泪。洋葱不只是营养丰富哦，而且更是血管的超级保护伞。洋葱的一个成分对血管很好，那就是所谓的胡皮素，它是一种类黄酮化合物，抗氧化的效果不但能让血管循环变好，降低坏的胆固醇，就是低密度胆固醇，更让血管有弹性，帮你远离动脉硬化和血栓。有一位医师啊，长达20多年，每天吃臭渍洋葱搭配纳豆，不但成功的降低了血糖，还稳定了血压，还让血管更有弹性。醋加洋葱这样子的组合有什么厉害的？醋的醋酸能够加速新陈代谢，能降低慢性病的发病。醋腌洋葱会释放出维他命 B1、C， 比直接生吃洋葱的营养还来得高。怕酸的人也可以把它加热，会更好入口。怎么吃？怎么吃才能得到最多的胡皮素？糗啊！怎么吃才能得到最多的胡皮素？不要丢掉洋葱皮儿，洋葱皮里头的胡皮素最多，抗氧化能力比果肉还强。怎么做呢？你把洋葱皮丢到汤里面熬汤吧，或把洋葱皮收集起来，洗干净，晒干，用水煮滚了之后喝都很赞。日本有一个名医秋津寿男，他保养血管的秘诀就是喝洋葱皮茶。血管油脂多的人，你不妨试试看。稳定血压血糖，海带清血管1级棒。你去面店吃卤味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海带，是不是？它是清血管的好帮手我还记得上次煮海带萝卜汤给咱们的孙女儿吃，还记不记得？她喝得好开心哦。海带虽然看起来很平凡，但在日本和韩国，它可是料理里头不可以或缺的食材耶。对呀，我在韩剧里面他们生日的时候都喝对，韩剧里头都这样的对，生日要喝海带汤。韩国的妈妈们在坐月子的时候喝海带芽汤。孩子长大以后呢，只要生日就喝海带芽汤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感恩妈妈的辛劳，祈求健康和长寿。哎呦，你怎么连这个都懂啊？我也是在看韩剧里头看到的，好吗？海带有2个很棒的功效，稳定血糖和清血脂。海带有60% 的盐藻多糖，这个盐藻多糖它对糖尿病的人特别好，促进胰岛素分泌，稳定血糖。海带的不饱和脂肪酸、膳食纤维等等，能够减少吸收胆固醇和脂肪，所以呢，有清血管很好的效果。你自己或你的爸爸妈妈血糖偏高，血脂肪不稳，午餐晚餐就吃味噌海带豆腐汤，凉拌海带芽，保养那个血管呢。海带里头的昆布氨酸也能够降血压，
并且预防脑溢血。但要提醒你哦，甲状腺亢进的人，要注意，不要吃太多海带，因为海带有大量的碘，吃太多可能会让症状变得更严重。你如果是甲状腺异常的人，建议问过医生再吃。绿花椰菜这样吃，防血管钙化。50岁以上的熟龄族，年龄越来越大，血管钙化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，所以呢，更要顾好你自己的健康。那血管钙化会伤血管吗？是这样的啊，当血管失去了弹性，就是钙化或者变硬的时候啊，那个钙质呢就会所谓沉积在这个血管壁上面，长期下来呢会引发慢性发炎，导致血管变得狭窄。变硬了，这就是所谓的血管钙化。这样一来呢，心脏病、中风和高血压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好消息是，十字花科的蔬菜绿花椰菜、高丽菜能够帮你一把。研究显示啊，每天吃超过45公克十字花科蔬菜的人呢，血管钙化的风险就降低了46%。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棒？是不是很多啊？十字花科为什么那么厉害？它里面含有 Vitamin K， 能够抑制血管钙化，保护心血管，预防心血管出问题。更棒的就是，你把青色的花椰菜啊煮熟之后，抗氧化能力比生的高3倍。这是因为青花椰菜它里头的硫配糖体啊，经过加热水解之后才能够抗氧化。记得不要把它煮得太久，免得流失其他的营养了。那晚上啊，就来炒一盘绿花椰菜给你吃哦。你有没有看到温水波是行动派的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这样的我喜欢。这类鱼1周吃2次，防心梗和中风。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蔬菜啊，素食的朋友啊都可以吃。那吃肉的人呢？鱼肉1周吃几次才健康呢？美国心脏学会的研究，他说每周吃2次非油炸的油性鱼类，能够降低三酸甘油脂，减少动脉硬化，降低心脏病和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危险。这么棒哦！那我们要吃什么鱼呀？好，你吃这3种：青鱼、秋刀鱼、鲑鱼，它们的 omega-3 脂肪酸啊，鱼油的量都蛮好的。哪一种鱼 omega-3 最多？在台湾啊，青鱼可说是 No.1， 每100公克的生青鱼就有1600毫克的 EPA， 比1400毫克的尾鱼还多。这3种鱼啊，我都蛮喜欢吃的啊，尤其是秋刀鱼，它的肉质啊又嫩又滑。还记得当兵期间啊，我们班长会把秋刀鱼罐头和豆腐一起煮，哇，当成下酒菜。当时啊，觉得哇，那个滋味真是太棒了，无敌美味。现在想起来都会还流口水呢。那你喜欢吃，我下次就煮给你。哇，太棒了哦！青鱼对小孩、高年级生都很棒，小孩吃了会变聪明，爸爸妈妈们吃了呢可以抗发炎，保护脑力。国外研究就发现啊，他说考试前2周给小孩子吃青鱼，他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都有明显提升。你普通时啊，拢煮我孙仔食，不是真好？当然啦，越早给孩子吃，他们接受度越高啊，让小孩子头脑更灵光。那上班族怎么吃呢？你说辉啊，我哪有时间自己煮啊？免烦恼，免烦恼。自助餐、日本餐厅也都可以吃到青鱼、秋刀鱼、鲑鱼。工作需要耗大量脑力的人，青鱼能够帮助你提升专注力，减少发炎，是不是很棒？对。外食族这样吃3招护血管。水宝，我上次看到小编午餐只吃2颗水煎包。啊，真的哦？你怎么知道？当时我太忙啊，只好随便应付一下。小便，你没晒哦？那个不行啊，水煎包、蚵仔煎、鸡排这些食物不能常常当正餐吃，好吗？它们不但对血管没有帮助，还会让你
变肥起来，变胖了，变大个。天哪，难怪我最近双下巴都出来了。我来告诉你，外食族3个秘诀：第一，吃正餐，午餐和晚餐啊要吃正餐，是正餐哦，不是随随便便吃的那一种哦。正餐最主要是要有全谷类的食物啊，还有呢主菜，还有蔬菜等等，这才是正餐。全谷类的，你吃自助餐或健身餐都可以选。白饭啊、糙米饭啊，或地瓜啦；主菜就吃青鱼啊、鲑鱼啊、鸡胸肉啦，或者是豆类，尽量吃清蒸、煮、烤、炖，少吃炸的，因为鸡腿、排骨外面裹着厚厚的粉，再经过油炸，那个热量绝对超过你的想象，是比平常多2到5倍，是不是很高啊？嘿，而且钠的含量也非常的高，对身体的负担很大。第2个秘诀，你去自助餐店选的菜，尽量都选原型食物，所以营养也保留的最完整。那如果吃加工食品呢？相反的，加工食品的营养素含量低，尤其是香肠啊、腊肉啊、火腿啊这些加工肉品，它们属于高钠、高脂肪的食材，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得要少吃哦。真的耶！我发现正餐有好吃的话，下午就不会想吃零食，就是中午随便吃啊，下午就会一直想找零食来吃。嘿呀，第3个秘诀就是少酱料。如果你觉得最近吃的比较咸，下次你去早餐店或小吃店，要跟老板说不要额外加酱，点汤面就不要加肉燥，或者是吃白饭不要淋卤汁，避免常常吃到那些放了很多酱料和调味料的料理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捐款赞助我们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